2022年，一架 F-35战机坠入南海，白头鹰顿时就慌了神，他生怕熊猫会前来打捞，然后施展那看一眼就怀孕的本事，研究出 F-35战机上的机密，于是赶紧派出多艘军舰，把事发区域给团团围住。熊猫见状，只淡淡说了一句话：白头鹰，你不用紧张，我不跟你抢。为啥不抢呢？因为熊猫手里有 F-35的全套图纸。白头鹰瞬间破防，赶紧回家展开调查。这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原来是分包商为了节约成本，把发动机、铸件、雷达、起落架等核心部件委托给熊猫家的工厂来生产。那要生产就必须得有图纸才行，于是分包商就把工程图一起打包发给了熊猫。这是一条非常复杂的外包产业链条，三哥、土哈、小易、小新也参与其中。他们都当起了中间商，从白头鹰身上薅羊毛，而最终的生产厂家全部来自熊猫。可以说，熊猫工厂对 F-35的了解程度比白头鹰还深。2022年9月开始，白头鹰军方一度停止接收 F-35，直到经过仔细检查，确认没有任何安全隐患，才敢继续接收货物。堂堂世界第一军事强国，以前可不是这个样子的。曾几何时，白头鹰的 B-2 和 F-22那可是全世界军迷眼中的完美存在，而熊猫也一直把白头鹰当成学习和赶超的对象。接下来我就通过几个熊猫仿制白头鹰武器装备的事例，讲一讲熊猫是怎么一步一步把白头鹰给薅成秃子的。说到秃子呢，这个过程中真是不得不感谢一位秃子故人，运输大队长常凯申。正是他不遗余力地带领凯申物流，给咱们送来了各种美式装备，才让咱们的军工有了模仿的对象。1958年，凯申物流旗下的24架 F-86战机掩护着侦察机侵犯领空，被我军拦截，双方展开激战。这就是著名的924温州湾空战。战斗中 ，F-86战机发射的一枚美制 M9B 响尾蛇空导弹全程竟然没有爆炸，完好无损地落在了稻田里，恰好被一位老实巴交的农民伯伯给捡到了，上交给了有关部门。军工专家们简直是如获至宝。因为这可是当时全世界最先进的空导弹，专家们迅速对导弹进行了拆解，可是拆开之后却全都傻眼了。由于技术实在太过超前，以我们当时的工业底子，压根儿就仿造不出来。毛熊那边知道这事儿以后，立马就跑过来伸手索要。那时候咱们和毛熊的关系已经出现了裂痕，咱们本来是不想给的，但是毛熊放话威胁说，你要是不给我，我就停止提供 R2 弹道导弹的技术。这个 R2 导弹其实就是咱们东风翼导弹的早期原型，当时实在是没办法了，咱们只能把已经拆得七零八落的这枚导弹交给了毛熊。不过咱们可是提了条件的，咱们要求毛熊，等他们研制出新的空导弹之后，必须把相关技术提供给咱们。毛熊不愧是当时的世界第二军事强国，短短2年之后就逆向研发出了 K13空导弹，并把全部的技术图纸转让给了咱们。咱们以此为基础研发了 PL2 空导弹，这是咱们 PL 系列导弹的鼻祖，一直服役到80年代中期才陆续退役。凯申物流给咱们送来了空导弹，白头鹰也不甘落后，在越战期间亲自给咱们刷了一个大飞机。1970年2月10日，一架白头鹰的火风无人机侵入了咱们的领空，被咱们击中了尾椎整流罩，无人机直接在空中打开了降落伞，然后完整的着陆了。这相当于无意中完成了一次回收任务，恰好再次被一位淳朴的农民伯伯捡到了，同样上交给了有关部门。有了这架完整的飞机，再加上之前几年里陆续打下来的21架火风无人机残骸，我们这就开始了逆向工程研究。经过军工专家们2年没日没夜的埋头苦干，1972年咱们国家第一款高空无人机无侦5成功飞上了天，1980年正式加入部队服役。无侦5由运8飞机在高空投放出去，最后用降落伞的方式给收回来。无侦5的整体性能虽然比不上白头鹰的火风无人机，但是在那个年代，它已经是咱们最顶尖的侦察装备了，并且没过多久就在实战中立下了功劳。时间来到1986年，无侦5悄然飞越国境线，成功突破了小岳岳的防空网，短短10分钟内就锁定了越军200多个军事目标。指挥部立刻下令炮兵部队准备开火，对这些目标实施了猛烈的火力打击，打得小岳方面狼狈不堪。有时候回头想想，白头鹰这位榜一大哥确实相当给力，刷完火箭又刷飞机，不遗余力地刺激着熊猫军工的蓬勃发展。
我再讲一个海军方面的例子。1978年，海南省文昌县的一位渔民在出海捕鱼时，意外捞起了一个庞然大物。这位渔民大哥还是一名民兵，他打量着这个铁疙瘩，虽然不清楚具体是什么东西，但直觉告诉他这东西不简单，于是赶紧上交。经过军工专家鉴定，这正是白头鹰军舰当时标配的 Mk46型轻型反潜鱼雷。海军如获至宝，立即组织705所和西工大进行全面的解剖、分析、测绘仿制。别看鱼雷个头不大，但是里边包含了5000多种元器件，其中600多种咱们当时根本就没见过。研发团队从材料、技术、工艺一步步攻关，历经11年，终于在1989年正式定型，命名为鱼七鱼雷。鱼七的各项参数指标与 Mk46不能说一模一样，简直是毫无差别。再次感谢榜一大哥白头鹰为我国军工事业的发展做出的卓越贡献。经过这么多年白头鹰的羊毛，让咱们的军工技术越来越扎实，但这些还只是小打小闹。接下来我说的这件事，保证你看完之后大呼过瘾。我要是告诉你，咱们的辽宁号航母从飞行员训练到甲板调度等方方面面，都是在白头鹰的手把手指导下完成的，不知道你会不会惊掉下巴。2022年10月，澳大利亚逮捕了一位前白头鹰公民，他是一名航母舰载机的飞行员，并把他移交给了白头鹰，名字叫丹尼尔·杜根，我就叫他老杜吧。老杜被捕的罪名是非法帮助中国培训舰载机飞行员。具体是咋回事呢？这个老杜原本是白头鹰尼米兹级航母的舰载机连队长，由于航母技术不断升级换代，从驾驶 F14熊猫重型舰载机换成了 F18大黄蜂。老杜心里觉得 F18有点娘们唧唧的，跟他那硬汉形象完全不搭。就好比一个人开惯了霸王龙，你非逼着他去开卡罗拉，你说他能习惯吗？于是老杜申请了退伍。可是白头鹰国的退伍军人并没有什么优待政策，老杜退伍后生活很拮据，老婆孩子都养不起。无奈之下，老杜只能去土澳开民航赚钱养家。后来由于飞行技术高超，被咱们的东航给相中了，花了大价钱给挖了过来。东航里边也有不少咱们的转业军人，很快就和老杜成了好朋友，没事就一块喝喝酒，吹吹牛。有一天，酒过3巡之后，老杜的话匣子可就打开了。想当年我飞14的时候，技术那可是最棒的。他把自己的光辉历史全部介绍了一遍，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咱们这位转业军人就把这个消息汇报给了相关部门。很快，老杜就被请走了，担任了里奥宁号的舰载机飞行员顾问。因为老杜当过连队长，对舰载机起降技术了如指掌，很快就带出了一批出色的学员。后来我们都亲眼目睹了里奥宁号舰载机起飞的时候，引导员的手势跟白头鹰家的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这全是老杜一手训练出来的成果。在熊猫家待的日子越来越久，老杜被熊猫家的热情款待和强大的超能力深深打动。有一天酒喝得差不多了，老杜拍着胸脯信誓旦旦地保证，只要钱给到位，我能给你找来一整支航母服务团队。因为白头鹰的退役军人日子都不太好过，一听说有赚钱的机会，立马就都赶过来了。没过多久，在里奥宁号航母上就出现了一群金发碧眼的高级顾问，几乎涵盖了航母运行的每一个部门。他们把自己毕生所学全都毫无保留地交给了虚心求教的中国学员。要知道，论刻苦努力，全世界任何国家的人也没法和熊猫相比。所以很快，里奥宁号航母就培养出了一大批人才，成为了熊猫航母的人才基地。同时，里奥宁号航母也创造了一项世界纪录：毛熊建造、熊猫的整顿改造、白头鹰的培训人员，背上3场轮流照顾，在世界军事史上都找不到第二个享受这种待遇的。而这个老杜在熊猫这里完成任务之后，非要回到土澳去生活，没想到刚在土澳落地就被逮捕，随后被移交给了白头鹰的司法机构。具体的罪名我前面已经提过了，就是非法协助熊猫培训舰载机飞行员。最终的判决结果是，老杜被判处了长达60年的监禁。其实说起来，白头鹰那边根本就没有相关的法律条文，明令禁止退役军人从事这类活动。但是白头鹰就是这么不讲道理，他才不管你退役之后是不是还不起房贷，反正我说不行就是不行。但是呢，他此时把老杜抓起来已经于事无补了，因为熊猫已经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随着电磁弹射航母的服役，熊猫已经在航母领域超越了白头鹰一个身位，从追赶者变成了领跑者。其实不光是航母，
在很多军工领域，熊猫已经成功对白头鹰实现了弯道超车。以前都是熊猫摸着白头鹰过河，可是摸着摸着，发现白头鹰已经被摸成了秃鹰，于是熊猫只能从白头鹰的电影和 PPT 中寻找灵感。白头鹰做梦也想不到，他们只敢在科幻片中偷偷噎歪的高科技，居然有一天被熊猫在现实中搞了出来。一部美剧中有这样一个片段，白头鹰的一颗卫星正在太空中平稳飞行，突然之间，旁边飞速掠过一座熊猫家的空间站，只见空间站伸出了一只巨大的机械臂，机械臂前端装着一把锋利的大剪刀，咔嚓一下，干净利落地剪掉了卫星的太阳能电池板。这操作本来只是为了抹黑熊猫，没想到熊猫家的军工人员看到之后却猛地一拍脑门，直呼这真是个好主意啊，可以尝试着搞一搞。没过多久，没想到还真给搞成了。白头鹰看到实物后，心态彻底崩了。再举个例子，白头鹰曾经忽悠过熊猫，随手就甩出一个 PPT， 说电磁炮才是未来海战的决定性武器。电磁炮的发射速度高达10马赫，能把10公斤的炮弹打出160公里远。什么导弹舰载机在电磁炮面前全都是垃圾。熊猫一听这话，心想白头鹰居然有这么厉害的武器，我要是没有的话，以后肯定打不过他。于是埋头苦干，潜心研究。眼见咱们上套了，白头鹰心里乐开了花，幻想着咱们像毛熊一样被拖进军备竞赛的黑洞里，研究失败，亏得倾家荡产。可是没几年之后，咱们就在坦克登陆舰上安装了电磁炮，成为了世界首款上舰测试的电磁轨道炮。甚至咱们还把这项技术转化成民用，造出了消防电磁炮。白头鹰看到咱们的电磁炮之后却傻眼了，因为他自己根本就没研发出来。像这种由白头鹰负责想象，熊猫负责实现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白头鹰曾经忽悠熊猫，说造航母烧钱又费事，而且不抗揍，几枚大二踢脚就能击沉。熊猫一听，觉得有道理，于是拼了命地发展反舰导弹。后来的结果我们都看到了，熊猫的高超音速反舰导弹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大家族，鹰击12、鹰击15、鹰击16、鹰击17、鹰击18、鹰击19、鹰击20、鹰击21，有陆基的，有控射的，有潜射的，有舰载的，有亚音速的，可以说是应有尽有。反观白头鹰，从1954年就开始研究高超音速导弹，可是50年过去了，竟然没有一种服役，这效率确实很美式。以前经常有人说，白头鹰的军事科技领先熊猫至少30年，熊猫怎么追也不可能追上。如今看来，白头鹰非但没有取得进展，反而还倒退了。熊猫经过几十年的摸索和学习，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技术难题，终于练就了一身本领，研制出了许多连白头鹰都没有的武器。比如世界第一的055万吨大驱，白头鹰看了看055的一体化桅杆，再看看自家阿利伯克上的晾衣架，突然脑中灵光一闪，既然熊猫能摸我升级军工科技，那我咋就不能摸熊猫呢？于是白头鹰甩出了新一代战舰 DDGX 的设计图。看到这张图之后，全世界都笑了，因为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这艘战舰的外形与055不能说有些相似，只能说完全一致。我找2张图对比一下，上边是咱们的055，下边是白头鹰的 DDGX， 到底像不像大家自己看吧。但是呢，这艘战舰目前还停留在 PPT 阶段，按照白头鹰的船舶建造水平，我估计最少得个10年8年才能服役。那时候咱们的055大驱早就升级换代了，估计连057都算不上最先进了。好了，关于咱们仿制白头鹰武器这件事，说到这里就差不多讲完了。最后呢，还是老规矩，跟大家唠唠心里话。其实仿制武器这个事，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很常见，因为军事技术没有专利保护这一说，谁有本事谁就来模仿。在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率先研制出了 V2 导弹，这是全世界第一款弹道导弹。后来德国战败了，相关的人员和技术都被白头鹰和毛熊给瓜分了。可以说，白头鹰和毛熊后来研制的那些导弹，追根溯源，源头都是 V2。那又怎么样呢？这影响白头鹰和毛熊成为世界霸主了吗？所以说，抄不抄不重要，能不能抄得好很重要。但是很多人呢，就抓住这一点，说熊猫的武器都是抄别人的，使劲抹黑熊猫。对于这种人呢，以前我还会想办法去反驳，后来我突然明白了，对于这样的人，不论你怎么跟他讲道理都没有用，因为你已经陷入了自证陷阱。对付这种人最好的办法就是用魔法对轰。
对啊，就是超了，你能怎么样呢？不服气让白头鹰也超啊！6代机高超音速导弹、空天母舰，白头鹰为什么不照着做呢？是他们不想吗？其实啊，白头鹰已经开始向熊猫学习了，不但学习武器装备，还学习思想理念。就在去年，白头鹰有一群人发起了一个丰饶运动，要施华长技以制华，看着熟悉不？白头鹰也要搞洋务运动了。你看看，白头鹰自己都开始承认熊猫的强大，要学习熊猫了，可咱们很多人却还是站不起来，真是可悲。最后再来总结一下，其实回顾这一路走来，熊猫军工最了不起的地方，不是抄的有多像，而是抄着抄着就超越了。从最开始对着残骸琢磨半天都看不懂，到现在白头鹰反过来对着咱们的图纸挠头，这中间隔着的是几代军工人熬白了的头发和数不清个没有节假日的深夜。有人说熊猫是站在巨人肩膀上起飞的，这话没错，但别忘了能站上去本身就是本事。很多国家同样见过这些装备，同样拿到过图纸，为什么就没能走出这条路？归根结底还是那股子不服输肯钻研的劲儿。所以啊，与其去争论这个，不如把心思放在下一步超越谁上面。6代机、空天飞行器、定向能武器，这些领域的赛跑已经开始了，而且这一次熊猫是作为领跑者而不是追赶者站在起跑线上的。好了，就聊这么多吧，否则有可能这条视频又要违规了。我是微笑，感谢观看本期视频，下期再见。